有条新闻说，一位妈妈亲手把自己的女儿淹死了，邻居们对她的行为议论纷纷。有人认为她是因为母乳不够给孩子吃，心里焦急，也有人听她自言自语，她宁愿当初没生这孩子。还有的说，她看别人家孩子长得快，自己的慢，心里不痛快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故事轮到另一个妈妈小美登场了，旁边坐的是小丽，他们的孩子正一边玩耍。小美和小丽在聊孩子将来可能去的幼儿园，从他们讨论孩子时的样子，能感受到他们很幸福。时间不早了，小美准备带孩子回家，孩子们还想玩，闹起小脾气。小美和她女儿商量着，最后决定去买女儿喜欢的乌冬面带回家。母女俩唱着歌回家，心情很愉快。看得出来，小美跟女儿的沟通很顺畅，这也显示出小美全心全意做全职妈妈，专注带孩子。小美一回到家，就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信，是关于陪审团的事。这时候，她丈夫小白回到了家，两人开始讨论陪审团的事。小美被通知有可能被选为陪审团成员，但她觉得需要照顾小文，无法去参加陪审团。小白觉得抽签这事不一定能抽到她，即使真被抽中了，到时候再找办法，不用现在就担心。这话听着是小白挺关心小美的，但不知怎的，听着有点不祥的预感。镜头切回那个淹死女儿的妈妈，我们就叫她大美吧。大美的丈夫小黑来到法院，他想见大美一面，大美决绝地回绝了小黑。小黑临走前还叮嘱法院的人要好好照看大美。小美到了法院，首先听法院介绍了案件的基本情况，简而言之就是大美亲手淹死了自己8个月大的女儿。听到这些，小美显得很犹豫，不太想参与这个陪审团。一方面是因为她需要照顾小文，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母亲，这样的案子让她感到非常沉重。当听到自己没有在6名陪审员名单上时，她如释重负。但法院决定要再选2位替补陪审员，替补陪审员需要在庭审期间旁听，如果有人缺席，他们还得承担陪审员的职责。就在这时，命运弄人，小美被选为替补陪审员，宣了誓。陪审团成员开始交流案情，各抒己见，然后陪审团成员进一步探讨案情，个人简述自己的想法。第一天庭审开始，控方检察官首先陈述作案动机，主要是因为大美不能母乳喂养，孩子夜里哭闹等育儿难题，她对女儿产生憎恨，时常虐待，后来发展到亲手把孩子放热水里致其死亡。控方强调大美作案时精神状态是正常的，辩护律师则承认大美确实杀害了女儿，但她本无意害死女儿，当天只是想给孩子洗澡，孩子哭闹不止，加上怕丈夫责怪，精神已经极度压抑的大美最终在精神失控下酿成了悲剧。就这样，双方仅仅是初步陈述，第一天的庭审就结束了。小美急着去婆婆家接小文，小文又闹起了脾气。带着小文的小美来到超市，准备购买晚餐食材。小文闹着要小美抱，原本打算买菜做饭的计划被迫改变。小文的哭闹让小美没法挑选，最后只能匆忙买了些成品回家。在家里，小美跟小白一起讨论案子。小白提议庭审期间就吃超市成品或者外卖，以减轻小美负担。小白希望小美别太累，不必硬撑。注意，这已经是小白第2次提醒小美别逞强了。小美听后心里很感激，非常感谢丈夫的理解和支持。小美有了计划，等小文上幼儿园后，她想找份工作，但小白没有回应小美的话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。睡前，小美上网查阅大美的信息，网络上的评论很片面，网上都在评价大美的性格，比如说她很爱慕虚荣之类的。网络上的描述把大美描绘成了一个魔鬼，控方描述的案件细节残酷无情，听着让小美很不是滋味。休息时刻，小美认识了正式陪审员小兰。小美谈到自己来参加庭审，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婆婆照看。小兰则分享自己一直忙于工作，并没有想过要孩子。看小兰的笑容，显然虽无孩子，但她的生活质量并未受到影响。回到庭审，控方质问小黑为何不找人帮忙照看大美的孩子。小黑解释，本来打算请自己妈妈帮忙的，但大美不同意让婆婆介入。大美认为婆婆总对女儿成长慢有意见，经常指责。小黑补充说，保健师也只是提到了孩子和别的孩子不同，大美的女儿做不到别的孩子能做的事。知道孩子情况的大妈并没有采取措施改善，反而开始忽视照顾孩子，甚至虐待，最终导致了女儿的不幸身亡。小兰提出疑问，听闻小黑和大美是通过不孕治疗才有了孩子，这个治疗的主意是谁提出的？小黑说是大美提出的。小兰听了这个回答，似乎心有所感，具体原因后文会提到。中分割质问，孩子成长是否真的缓慢？小黑不这么看，医生也说孩子是正常的。法官接着问，为什么没有寻求心理医生或相关部门的帮助？小黑认为情况没那么糟，也不清楚该找谁帮忙。但小黑坦言，如果当初判断得当，悲剧本可以避免。第2天庭审进入休息时间，陪审团的8位成员开始在休息室内讨论。有人觉得小黑是个好丈夫，也有人认为大美作为母亲也有她的难处。这时小美迟疑了，小美虽是替补，但大家还是鼓励她发表意见。她觉得不管大美如何，她不应该杀害自己的孩子，毕竟她是孩子的母亲，对吧？小兰反驳说，母亲也是普通人。辩护律师提到，可能是家庭压力导致大美出现精神问题，才会做出极端的事。律师询问，小黑经常提到要商量的那位朋友是谁？
小黑说那位朋友是他大学时的前女友。这番话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惊讶，大家都看向了小黑。可以看出，日本的旁观者们对案件之外的事情也很感兴趣。接着，法庭传唤了小黑的前女友小倩作证。小倩自己也是母亲，她表示能够理解大美作为母亲在照顾孩子时的压力。小倩还向小黑分享了一些育儿经验。小美回到家里和小白讨论了当天的庭审情况。小白认为小黑只是借咨询之名行出轨之实。小美认为大美并不像电视上描述的那样虚荣，而是被丈夫逼到了绝路。小白告诫小美不要随意发表意见，因为作为替补，一旦说错话可能会很尴尬。这时小白让小美拿罐啤酒给他，同时抱怨超市的菜品太咸。小美在冰箱前犹豫了一下，也决定给自己拿了一罐啤酒。画面切换到小兰家，小兰在家里等待丈夫小辉。小兰迎接刚回来的小辉，提出想尝试试管婴儿。小辉看似漠不关心，并担心小兰无法承受怀孕失败的打击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听到小黑回答的时候，小兰会陷入沉思。画面再次切换，中分哥下班后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在公司轻松愉快地玩手机。显然他不愿意回家，在公司感到更自在。中分哥回到家和妻子讨论由美的生日聚会事宜，但由美并没有出场，看来剧情还会有进一步的展开。庭审第3天，小黑透露大美婚前是富家女，这也与媒体一直在炒作的大美爱慕虚荣的传言相符。此时小美回想起丈夫的话，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可能真的有误。法庭审理结束后，小美去婆婆家接回小文。小文被奶奶溺爱着，对小美很是撒娇，而奶奶却说小文很孤单。在路上，小美遇到了小丽，小丽高兴地说她趁婆婆看孩子的空档去唱 K 了。小美询问小丽，如果与婆婆的育儿理念不一致该怎么办。小丽建议小美不要太过敏感，放宽心就好。小美羡慕小丽的豁达和乐观，小丽反而赞赏小美亲手为小文制作点心，让孩子不至于孤单地看电视。显然小美并不像婆婆说的那样是个让孩子感到孤独的母亲。小文在回家的途中任性起来，不肯自己走路，要求小美抱着。小美不希望孩子这么骄纵，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教育小文。小美正在整理餐桌时，听到了卧室里小白的电话声。她走近一听，原来小白在对妈妈表示感谢，感激她送来的晚餐。对比这些天吃的超市成品，妈妈的晚餐好吃多了。小白对妈妈说，明天让小文住她家一段时间。小美最近有些心不在焉，她请婆婆帮帮忙。小美听到这里，帮帮忙这几个字让她心生感触，突然觉得小白的语气似乎和庭审时的小黑相似。夜里，小美看着熟睡的孩子和丈夫，心里还在想着白天大美的案情。她站在床前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第二天早晨，小美为自己和小白准备早餐，看起来状态还不错。小文却在提前吃早餐时，任性地将食物扔到地上。小美耐心地教导小文，食物不是玩具，不能这样玩。这时，小白也加入教育小文，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并指示他去拿抹布。小文很听话，跑去拿了抹布。小白提出自己今天会送小文去妈妈家，不需要小美亲自去送。小美表示不麻烦，她可以自己送小文。小白提醒小美还要参加庭审，建议让她来照顾孩子。小美解释昨晚的情况其实是个误会。小美认为孩子耍性子时需要陪他玩，她才会合作。小白则认为即使是小孩子，只要耐心解释，他也会理解的。这显示两人在教育孩子上有不同看法。小文带着抹布过来，打断了他们的争论。最后，小美还是把小文送到了奶奶家。奶奶建议晚上不用接小文回家，让小白也一起住在这里。小美透露她听到了小白昨晚给婆婆的电话。小美表示自己没那么不堪一击，能应对一切，并打算自己做晚饭。婆婆无奈地说，可以，但不要勉强自己，如果感到太累，就辞去陪审团的职务吧。小美坐在法院门口的长椅上，翻看着手机通讯录。她想找个闺蜜倾诉最近的烦恼，翻了好一会儿，她勉强找到了本泽南美这个联系人。小美发信息，把参加陪审团和老公误会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小兰来到法院，告诉小美今天庭审流程有所变动，他们需要重新听一遍小黑的提问和发言。然后两人一起走进了法庭。小黑的回答显得不太协调，因为大美以前也是工作繁忙，大美工作到很晚才回家，夫妻俩相见的时间很少。辩方询问大美有了孩子后辞职是不是小黑的主意。小黑回答说不是，是他们商量后大美决定辞职的。当时你俩谁挣得多？辩方接着问。小黑回答说是大美挣得多，不孕治疗的决定是你们共同的，还是有别的压力？小黑说还有他妈妈，他很急切希望他们有孩子。小黑还提到了现在的妈妈，于是法官召唤小黑的妈妈到庭。小黑妈妈指责大美让孩子看太多电视，她劝说大美，但大美根本不听，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大美就要跟她争吵。原来婆婆只是说孩子成长的是否比别的孩子慢，这句话让大美感到惊慌，所以才顶撞婆婆。辩方律师说大美因为不会带孩子而失去信心，婆婆这样做无疑是把大美逼到了绝境。听到这些，小美在法庭上心不在焉。辩方律师继续说，正是这些话让大美觉得自己和孩子不如人，这使她很难向别人求助。婆婆反驳说那都是借口，你先前提到大美挣的比小黑多，是想暗示小黑嫉妒她吗？但实际上
大美没有把钱用在家里。辩方律师解释说，大美把工资存起来是为了将来打算，但婆婆不同意。她说大美把钱都花在买奢侈品上了。婆婆还说小黑的工作本来很有前景，是因为大美不断嘲笑小黑挣得少，不满足于小黑的收入，小黑才不得不换了一份工作，虽然更忙，但收入高一些。庭审第4天结束了，小兰注意到小美的不易，关心地问她还好吗？小美说没事，收拾好东西就走了。到了婆婆家，婆婆给了小美一些简单的菜谱。婆婆说她知道小美烹饪很棒，但是太慢了。小白总抱怨回家要等很久才能吃上饭，菜谱里的都是既好吃又简单，做起来省时。这时候小文又扔东西，小美赶紧去阻止，奶奶却笑着说可能是吃腻了，对小文一点都不责备。回家以后，小美用她擅长的菜肴哄小文开心了，看着小文乖乖吃东西，小美心里也高兴。画面切换到女法官，天黑了，她匆匆跑到育儿中心接孩子，到家后发现丈夫小贺也提前回来了。女法官说如果知道他早回来就让他去接孩子了，但小贺说下班时间不确定。女法官让小贺准备请假，因为他手上有个大案要忙，他需要小贺带孩子，但小贺说请假很难。女法官说当初是他俩共同决定的，一起工作一起带孩子。小贺却说那是他不生孩子的话，而且他不介意自己一个人工作。女法官不想因为吵架而打扰孩子，所以选择了沉默。本泽白天收到小美的消息，晚上打电话问她情况，他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。显然小美一心照顾孩子，平时很少社交。听完小美的情况，本泽笑了笑，说这点误会不用担心，你对孩子好坏，老公自然能感觉到。听了这话，小美心里的负担似乎轻了。蓝本是时尚杂志的主编，这时候有个同事找她商量，同事说明天得早点下班去接孩子，蓝答应了。同事还抱怨日本对待有孩子的女性不够友好，真美羡慕蓝没有孩子的选择。蓝只能苦笑。等电梯的时候，蓝按电梯按钮按得特别用力，情绪难以抑制。中分男子这边下班了还留在公司里，女同事小山问前辈怎么还不回家。中分哥回答说老婆不让他10点前回家，他老婆虽是富家女，但他给不了他奢华生活。中分哥心里想，老婆是不想看到他才让他晚回家的。小白回家时已经很晚，小美已经做好了晚饭。小白问为什么不用妈妈准备的菜，自己却大费周章做了一桌，是想证明自己还能应对一切是吧？但你这么想就不对了，我妈也是好心，你别这样。小美一时无话，拿起啤酒喝了一口。小白接着说自从你参加庭审后就开始天天喝酒，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明白。小美喝酒是为了缓解压力，因为那场庭审让她太有共鸣了，她的心理负担很重。本来打算睡前再喝罐啤酒的小美想起丈夫的话，然后决定不喝了。这时她收到了婆婆发来的短信，竟是电子版的小白喜欢的菜谱。小美一怒之下删除了所有短信，决定喝啤酒解闷。庭审进入了第5个工作日，小黑妈妈再次出庭作证，提到大美家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大美还总是做那些既费时又费力的意式大餐。她不屑地说带孩子的家庭哪有时间做这么复杂的菜。庭审团里最年轻的未婚小仙提问，你知道你儿子经常因工作不回家吗？婆婆便称是大美挑剔导致儿子换了工作，所以才那么忙。小仙接着追问，但毕竟是常不在家，因此大美精神问题也是有原因的。婆婆直言不讳地说孩子晚上哭闹影响小黑休息，所以她让小黑每晚去旅馆睡觉。法官询问，那就是说你儿子晚上不回家是你的主意？婆婆毫无歉意说小黑是家庭支柱，为小黑考虑有错吗？我们都看得出来，婆婆的逻辑简直是荒谬的。更可怕的是她自己并不觉得，而且对自己的看法坚信不疑。休庭后，大家开始讨论案件，小仙怀疑自己是否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，但是众人都认为她问得好，至少让婆婆说出了真心话。中分哥觉得无论如何让儿子去旅馆住太过了，年纪大的阿姨却表示婆婆没错，她认为大美自己照顾不好孩子还怪别人，不值得同情。没能在庭审中得到理解的小美去了婆婆家，她发现小文还在那儿玩弄着食物。小美有些恼火地对婆婆说不能让孩子这样把食物当玩具。婆婆反驳说你可能太累了，应该多休息休息，孩子心情不佳来这是为了放松。边说婆婆还给小美递了几道小白喜欢的食谱。回家后，小美把食谱扔进了垃圾桶。这时小白打电话来说要带同事回家吃饭，小美表示家里只有2个人的食材，小白建议她去超市买些东西，试试妈妈给的简单食谱。小美匆忙从垃圾桶里捡回那些食谱，她按照食谱上的指示从超市买回了材料并开始烹饪。小文边缠着小美讲故事边看她做菜，不小心小文把做好的菜撒到了地上。小白告诉小美她哄小文睡着了，今天晚上的事是自己的不对。小美说没事，她才以为请同事来家里没问题，但是她忽略了小美的感受，这听起来不太像道歉，倒像是在责怪小美，让她别把情绪带回家。本集结束时，小白早上带着小文去了奶奶家，他让小美在家好好休息，不用操心任何事。小美送走他们后打电话给本泽，他告诉本泽自己和小白的误会已经解开了。小美一个人在家点了啤酒和炸鸡，痛快地吃了起来。中分哥已经和小山走进了旅馆，而家里则是妻子独自陪伴女儿由美。小兰激动地扑向老公小辉，说今天怀孕的可能性很大，
小贺向他的法官妻子透露，他妈妈在催促他们生第二个孩子，但女法官心知肚明，即便有了二胎，也不会改变丈夫的态度。小美在沙发上一觉醒来，急忙整理散落的啤酒罐，然后她突然想起，今晚小白和小文不会回来，所以她又舒服地躺回沙发上。婆婆亲切地询问小美是否休息得好，小美回答得很好，并向婆婆表示了感谢。没看到小白的小美好奇地问婆婆，小白去哪里了？婆婆告诉她，小白昨晚参加了同学聚会，晚了就没回来。尽管婆婆看似无所谓，小美却开始怀疑。在超市里逛时，小美问小白聚会的细节，小美追问为何没有告诉她。小白惊讶地表示她确实说了，但小美对这些事情完全没有记忆。小白看着她说，你可能真的快要崩溃了。小白拿起了一打啤酒，但后来又放回去了。他说，还是买少2瓶吧，最近小美喝的有点多。回到家，冰箱上确实贴着参加同学聚会的纸条，但小美对此毫无记忆。可能因为庭审的压力，小美的精神状况出了问题。这件事小美还是很在意，她上网搜索了酒精依赖的症状和治疗方法。庭审进行到第6天，法医回答了一个否定的答案，辩方律师继续询问，从状态来看，是否像是没人照料。法医确认孩子身体状况很好，没有发现异常。显然，陪审团里的许多人已经不再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了，他们对小美的看法似乎带有偏见。女法官注意到小美闷闷不乐，便上前问她发生了什么。她表示，如果小美有困难，可以向她倾诉，不必一个人承受。小美有点慌张地回答，为什么要这样问我？她问法官是不是觉得她没有理解目前庭审的情况。女法官解释说，没有这回事，只是因为知道小美家里有小孩，她担心小美因此心情不好。小美坚持说自己状态很好，让女法官不用担心。小美正要离开法院时，被小兰叫住了。小兰告诉她，不必担心孩子之前的伤害是不是虐待，因为孩子是溺水身亡，这比虐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。他们看到走廊尽头，小黑和他前女友小倩正聊天，两人走到咖啡厅坐下，继续讨论先前的事情。小美表示，没想到小倩今天也来了庭审。小兰说，你没注意到吗？她其实每天都来。她怀疑小黑和小倩之间可能有些问题。小美转移话题，问小兰对被告大美有什么看法。小兰反问小美怎么看。小美提出，大美是否并非控方所说的那般爱慕虚荣，她是不是因为育儿的困难加上丈夫的出轨而感到绝望。小兰反驳说，或许是大美总是抱怨丈夫收入低，自己养孩子辛苦，才导致丈夫出轨。小美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。小兰继续说道，你是不是在把被告的情况和你自己的生活对比？我明白你对被告有同情心，但你对孩子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和被告完全不同，不用太过深入地想这些事。女法官向男法官同时表示，她有点担心小美的情况。男法官表示赞同，说小美看起来确实有心事，她的孩子也还很小。女法官提出，或许小美经历了一些事情。男法官有些惊讶地说，不可能吧，你有小孩，但你不也很好吗？女法官回答说，如果孩子的事能影响到她早就不做这份工作了。男法官称赞她说，你看上去就是个很好的妈妈。这时有同事叫住女法官，问她这样填写工作意向有没有问题。如果按照女法官填写的意向，她可能会面临人事调动，不管调到多远的地方，她都愿意去。女法官表示这没问题，她每年都是这样填写的。同事问她是否需要和丈夫商量一下，毕竟她孩子还小。女法官听后有些不悦，反问道，如果我是男性，你还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吗？同事尴尬地笑了笑，说只是随便问问，然后就提交了。女法官本想说些什么，但被上级的召唤打断了。小美打算带小文回家，但小文不愿意走。没办法，小美决定在婆婆家再多待一会儿。这时候婆婆跟小美聊起小白的事，婆婆说小白出门参加同学聚会时显得很高兴，而且小白还没有告诉小美这件事，所以婆婆也有些担心，不知道小白到底去见了谁。小美回应说，没什么，可能是她忘记了小白告诉过她的话。婆婆说，可能是我多想了，但你还是要当心点，如果妻子在家总是累和烦躁，那丈夫岂不是不愿回家了？婆婆说完就离开了，留下小美一个人陷入深思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小文一直撒娇地和妈妈讲话，但小美的心思显然不在这里，走路都恍惚。小兰那边，那位上次请假的同事又想请假照顾孩子，不过这次小兰没有那么容易就答应了。她说，孩子不能总是成为工作的理由，你得先问你丈夫，如果他不愿意帮忙，我们再来商量对策。女法官回到家，一进门就遭到了小贺的质问。小贺说自己的工作也很忙，还要抽时间去接孩子。女法官解释说，今天她忙着准备案件，实在没空。说着，她注意到桌上空的外卖盒。小贺说自己饿了就吃了外卖。女法官问为什么不给他也订一份。小贺说不确定女法官会不会吃，所以就没有订。女法官有些激动地说，今天可能给你添麻烦了，但平时家务和带孩子大多都是他在做。她希望小贺能注意一些，别再这样了，请求小贺以后能把吃完的外卖盒扔掉，脱下的衣服收拾好。小贺听了感到有些羞愧，开始收拾屋子。小美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妈妈的电话，她犹豫了一下，接起电话的态度并不热情，只是冷淡地说了声莫西莫西。可以看出小美和她妈妈之间的关系很紧张。小美的妈妈梅姨已经到了小美家，小美让小文和外婆打个招呼。
但小文说不认识梅姨。说完，小文就跑开了。梅姨责备小美，因为不常带小文去见她，孩子现在连她都不认识。梅姨问小美是否已经为小文挑选了幼儿园，小美回答说挑选好了，但是心仪的那一家没能报上名。梅姨表示，优质的幼儿园确实会对家长的工作有所要求。当梅姨准备离开时，小美问为什么这么快就要走了，梅姨说是因为小美回家太晚，并且指出小美家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住。梅姨还评论说小美和丈夫买的房子太小了。说完，梅姨站起来望着窗外发呆。梅姨觉得小美住的房子太小了，小美每天在家等着工资不高的老公加班回家，梅姨觉得这很可怜，但她又说这是小美自己的选择，不是吗？小美表示她对现在朴实的生活很满意，老公也很疼爱她。她说老公会帮忙做家务和照看孩子，小文也很乖巧，而且她和婆婆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。画面切换到旅馆中的中分哥和小山，中分哥已经5年没有什么进步，表现得不尽人意，但小山并没有责怪他，而是起身去拿啤酒。中分哥询问小山有没有男朋友，小山很实在地回答没有，他从未考虑过结婚生子。他还说他不喜欢那些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中分哥认为小山这样的生活状态也不错，他说自己的妻子结婚后才发现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对中分哥开始了冷暴力。小山回应说别拿出轨来为自己找借口了，我真搞不懂你妻子当初怎么会选择嫁给你。显然小山并不真心喜欢中分哥，只是在寻找安慰而已。小白很晚才到家，他告诉小美去参加了一个应酬。小美提出下次若不能按时回家吃饭，能否提前打个电话告诉他，因为小美已经做好了晚饭。深夜里，小美偷偷跑去超市买了啤酒，她躲在街角边喝酒。现在小美可能真的对酒精产生了依赖，精神状态非常紧张。庭审前的第7天，陪审团成员在休息室准备。小兰对小美说，你昨天问我的问题，你问大美是不是虚荣心作祟的杀人犯，还是被迫的老实人，我现在有了答案，不管他是哪种，他手上都沾有鲜血，我们将见证他受到法律的制裁。听到这些，小美没有任何回应，这也勾勒出了小兰性格的轮廓。她因为怀不上孩子而感到憎恨，对那些不负责任的母亲特别反感。她的憎恨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，认为这些母亲都应该受到惩罚。控方首先提出问题，被告在照顾孩子时面临很多困难，作为母亲为什么不帮助他呢？大美的妈妈表示自己并不知情，因为大美什么都不和她说，她甚至从没见过自己的外孙女。控方接着追问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，妈妈解释说，因为她和女儿关系紧张，女儿从小就很反叛，连结婚这件大事女儿也是决定了才告诉她。辩方律师开始质询，但大美的妈妈的回答似乎都在推卸责任。看见哭泣的母亲，大美脸上的表情终于有所变化，但不是感动，而是带有绝望的嘲讽。法庭上的种种似乎也对小美造成了巨大冲击，她精疲力尽地走出法庭。这时候有工作人员问她是否没事，小美急忙回答没事，并快步离开。大美的经历和小美高度相似，这让小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我们也不清楚她还能坚持多久。本集的最后，小兰在公园看到了一个孤独的孩子，她走过去，弯腰微笑着安慰孩子。中分哥在家里被妻子责备，因为给不了女儿富裕的生活，他随后找到小山，继续背叛自己的家庭。女法官在杂志上读到一位家庭研究学者的观点，学者提倡夫妻应各自在家庭中承担起责任，并且要平衡好工作与家庭。大美在绝望中撕毁了母亲给她的信，她像疯了一样摔打周围的物品，因为她心里最后的防线也被母亲的行为击垮了。法警及时赶到，将她制服，但她依旧在嘶吼。小美提醒刚洗完澡的小白，让他涂护手霜，不过她真正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小白手机的解锁图案。深夜里，小美趁小白熟睡，偷偷查看他的手机。第二天早晨，小美忙着准备早餐，而小白在陪伴小文玩耍，家中洋溢着幸福的气氛。小美不经意间瞥见了小白的手机屏幕，她的思绪瞬间飘回到了昨晚的情景。她解开了小白手机的锁，浏览到他和一个异性朋友的对话。小美从聊天内容里得知，那个叫池上的女生是小白学生时代的旧情人，信箱里的内容让她忍俊不禁。他们在一次同学聚会后还单独出去约会了。小白的话打断了小美的沉思，他让小美先照看孩子，自己则去洗脸。小文不停地缠着小美要一个特定的玩具，小美告诉他玩具在奶奶家，今天去奶奶家就能见到，但小文仍旧不肯罢休，一遍遍地纠缠着要那个玩具。小美忍无可忍，把小文抱到一边，小文趁机放声大哭。小美没有去理睬小文，自己回到卧室整理房间。这时小白对小美说，孩子在哭。小美回答说知道，表示小文就是在耍脾气，让他哭会儿就好。小美出了房间，看到小白在安慰小文，小白也表示知道孩子太任性了，但提醒说邻居可能会听到哭声，有人可能会因为听到孩子哭泣而报警，说是怕有人虐待孩子。小美突然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，问道，这是谁说的？是不是大学时候的女朋友啊？你们是不是还在聚会后单独见面了？你是不是还跟他抱怨说你妻子最近没照顾好孩子？他是不是还提醒你要小心点？说完，小美解锁了小白的手机展示给他看。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小美的空想，她只是微笑着对小白说，我知道了。小美匆匆地赶往法院，庭审即将开始。小兰告诉小美，小黑的前女友小倩将会再次出庭，
他说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。第8天的庭审开庭了，控方先是公开了小黑和小倩的短信对话。被公开的短信内容让小美想起了小白和池上的那些短信。小倩说，大家也看到了短信的内容，我们只是在讨论关于大美和孩子的问题。这时候首席法官发问，那你能解释为什么之前拒绝公开短信内容，现在又同意公开了吗？小倩回答说，因为我之前很讨厌大美，大美曾私下查看小黑的手机，看到了我们的短信，然后他就坚信小黑背叛了他。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做法实在太自私了。小倩稍作停顿，接着说道，但是参加了这几天的庭审后，我发现事情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。大家之所以误会我，是因为我的行为太草率，我要为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负责，所以我决定公开所有的短信内容。庭审结束后，小兰一边走一边对小美说，这是8天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这么舒畅。说着，她还拿出自己制作的饼干送给小美。女法官叫住了小美，她交给小美一份文件，是关于陪审团成员的互助组织。女法官说，这是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，因为昨天看你的样子似乎有些烦心，但今天看你的情绪似乎好多了。小美提及刚才的证词，女法官随之点头表示同意。离开前，女法官说，希望小美能够坚持到庭审的最后。小美去了婆婆家接小文，平时不多言的公公突然夸奖起小美来。他说他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他很了解，都是些爱指手画脚的人，他感谢小美对这个家的悉心照料。小美听得差点感动地哭出来。傍晚时分，小美带着小文回到了家。小白今天提早回家了，已经到了。小白觉察到小美今天的心情似乎不错，小美回答说还行，然后开始准备晚饭。这时小白告诉她，你妈妈寄来了一个包裹。小美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些食物和一些现金。小白惊讶地问，怎么里面还有现金？你没有跟妈妈说我们手头紧吧？小美回答，当然没有。小白提议说，那我们不如不做饭了，用这些钱出去吃饭好了。女法官带着孩子和小贺在餐馆用餐，她拿出一张纸，上面列着一些家庭琐事，她希望小贺能够帮忙分担这些家务。孩子、事业和家庭在她心中同等重要，她希望小贺能够理解这一点。小贺拿起了那张纸，仔细看了起来。看他这样，女法官也忍不住开心地笑了。中分哥还在偷偷和小山见面，他审视着手机里与小山的短信往来。小山一看到就急忙抢过手机，把短信删除了。他责怪中分哥，为什么不早点删除？万一你老婆已经看到了怎么办？中分哥回家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。突然门外传来孩子的声音，爸爸，我回来了。原来是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出去购物了，看样子买了不少东西。小兰给上一集出现的小女孩做了松饼，小女孩吃得津津有味，小兰看着也很高兴。小兰询问小女孩，你妈妈今天不在家吗？小女孩回答说，她在家，只是有客人来了，所以她让我自己出来玩。小美带着小文去了早教中心，偶遇了第一集中出现的小丽。小丽热情地打招呼，好久不见啊。两个人就这么开始聊了起来。小美提到自己现在是陪审员，还谈到了案子的一些情况。小丽表示自己也听说了那个案子，但是那个被告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，和我们完全不一样。小美点头表示同意。小丽离开后，小美看着温暖的阳光，她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心里的结仿佛一下子都消散了。这时小文突然跌倒了，小美急忙过去抚慰小文，变得更加耐心。她对孩子的态度明显变得温和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她问小文今天是否快乐。小文说很高兴。小美说庭审结束后，他们每天都可以这么快乐。故事似乎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实际上事情正在暗地里酝酿。小兰将小女孩带到了自己家里，她说要一起做点心，并锁上了门。小兰告诉小女孩要保持秘密，不要告诉妈妈她来过这里，这样才能常来做点心。小美从烤箱里拿出了刚烤好的点心，但小文已经睡着了，挂掉电话。突然有人按响了门铃，来人是儿童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小新。小新说他来是想了解一下小美在养育孩子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，如果有困难他们会提供帮助。小美有些紧张地问，是谁说了什么让你来的？小新问，你有想到什么吗？你平时对孩子发过脾气吗？小美想起了最近几天自己几次对小文发脾气的情况。看到小美犹豫，小新表示要进屋看看小文。小新不听小美的劝阻，冲进了房间，但是他没有找到小文。小文当时正在卧室里睡觉。这时候小白也回到了家，他和小美一起带小新进了卧室，看到小文安睡，小新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小白向小新说明了小美最近的状况，他虽然有时对孩子显得有些不耐烦，但他绝对没有虐待孩子，他也信任自己妻子的为人。他承诺等庭审结束后，他会帮助小美恢复状态。在庭审进行到第9天时，小白劝小美不要再去法庭了，但小美坚持，因为今天是审问被告的关键日子，小新也就没再阻止。大美面色有些苍白，回答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辩方律师有些慌乱，连续提了几个对大美有利的问题，然而大美的回答依然是4个字，不记得了。随后控方检察官开始提问，他问了一连串关于大美是否曾埋怨小黑，是否明确表示过对婆婆的反感等问题，大美依旧回答不记得了。当控方律师问到孩子刚出生时她是否感到快乐，大美思索片刻后还是回答不记得了。全场哗然，大法官宣布暂时休庭。休息室里，小美陷入沉思，静静坐着。女法官见状便问小美对刚才的情况有何看法。
短暂休息后，控方继续向大美发问，并且强调这次他必须要认真回答问题。控方追问：你说你妈妈给了你很大的压力，这难道不是因为你跟妈妈感情疏远的原因吗？大美说：不是那样的。那你为什么结婚后连顺序都不按照传统来，甚至不允许你妈妈见自己的孙子呢？因为我不喜欢被她否定。大美这样回答。那之前你也一直受到她的否定吗？请详细说明。庭审结束后，小美慢慢的离开了法院，小白在门外等着她。他说今天因为要询问被告，担心小美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来接她。小美尽力笑着说自己没事。小白说那就好，我们回家的路上顺便去看看我的同事。小文就交给我妈照顾好了。他们来到了医院，小白直接带着小美往精神科走去。小美发现这里不像是住院部，便问小白：我们真的是来看病人的吗？小白坦白说，他想带小美去看精神科医生，说自己已经预约好了。就这样，小白坚持把小美带进了诊室。小美向护士询问自己的丈夫在哪里，护士告诉她在和医生谈话。听到这个回答，小美突然站起来，从诊室冲了出去，已经来不及阻止，护士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美从医院冲了出去。她一直朝着一个方向疾跑，她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法庭上的被告，她持续向前奔跑，一刻也没停下。警城上回，小美直奔她婆婆家，推开门，看到小白正抱着小文坐在沙发上。小白觉得自己不该骗小美去医院，解释是出于好意。婆婆劝说小美，现在看心理医生很普遍。小美坚持自己从未虐待过孩子。小美正要带着小文回家，被公公挡住了去路。公公表示理解小美为家庭所做的牺牲。他说，正因为你付出许多，更应该找人倾诉。儿童保护协会听起来不太好，但其实是个好地方。小白质问爸爸是不是举报了小美，公公解释这不是举报，而是希望他去寻求帮助。婆婆插话说，还是找了爸爸的老朋友推荐的呢。小美再次强调她不需要求助。公公说，最终要看专家的意见，我们应该信任他们。小美想带小文离开，婆婆建议小文今晚留下，让小美回家和小白好好谈谈。婆婆轻声安慰小美，我们都是为了帮助你。小美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小丽，她急忙解释昨天打电话是因为自己考虑不周。小丽告诉小美没事，小白已经打电话给她解释了，你老公很关心你，他真是个好人。小美听到这儿满脸惊讶。到家门口，小美见到昨天的小新就站在那里。小新想跟小美谈谈，小美同意了。小美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轻松的跟小新说，是自己的公公误解了她，她今天已经跟公公说明白了，问题都解决了，不用再咨询了。小新严肃地问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会？小美解释说，因为自己参加陪审团感到很有压力，她说自己不应该承担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，给别人添麻烦。但庭审快结束了，到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小新听出小美话里有问题，他问小美，是不是你老公说的，你不该做力所不能及的事，他经常这样对你说吗？小美说，他确实做得不够好，当陪审员时他的看法总是和别人不同。小新又问，你做不好事情时你老公会打你吗？小美说，当然没有，他也没有责怪过他，只是提醒他不要勉为其难。然后问他，你老公会给你解决方法并鼓励你吗？小美沉默不语。小新继续说，昨天我来的时候，你老公说家里没任何问题，但实际上情况严重到你公公都来找我们了。小美觉得小白这样做是因为害怕，她担心因为自己犯了错，孩子就不能和他在一起了。只是你自己犯了错吗？如果你老公一直这样灌输给你，那这本身也算是一种暴力了。女法官正在和男法官讨论案子，男法官问是否有必要给被告一个轻判，女法官表示这要看具体情况，但作为一个母亲，做出这样的行为一定有她的难处。女法官说她的工作都处理完了，她准备起身帮男法官时，男法官问她是否需要回家照看孩子，女法官说今天轮到她丈夫照看孩子了。而画面转到家中，小贺在忙得团团转，小兰继续在家做饼干，她专心致志地烤着饼干。这时候小辉恰好回到家里，小兰不理解那个女人怎么能下得了手，她觉得即使是别人的孩子也很可爱。小辉觉得小兰的话有点奇怪，但没有多说。中分哥和小山还在旅馆里，小山准备离开，也打算付房费。中分哥说让他来付，小山不用出钱。小山说钱对他来说没什么用。中分哥说他真不配说这话，但是你也应该像珍惜自己一样珍惜钱。小山不屑地说，你更没资格说这话。中分哥回家后，妻子告诉他婆婆打算为尤真买架钢琴，让中分哥帮忙挑选钢琴。小新因为担心，又去找小白了解最新情况。小新对小白说他想知道更多信息，小白道歉说他有约。小白边说边迎向了路边等他的池上。这一幕被小新看到了，小美一个人坐在家里出神，她回想小白的抱怨和小新的话，感觉自己越来越受丈夫控制。辩护律师在教大美如何在庭审中应对，但大美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。第10天庭审开始，大美说那个保健师因为她不经常和孩子说话而责怪她，还提到现在有很多母亲虐待自己的孩子。律师问她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小黑，大美说她说了，但小黑认为这是因为她看起来像个会虐待孩子的母亲。大美还提到因为母乳不足，她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发育不如别人家的孩子好。
控方继续追问关于小黑发现女儿腿上的伤痕，让大美解释那时的情况。大美说她看到了伤，但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她甚至曾怀疑是小黑打的孩子。控方检察官让大美回忆案发当日的情况。大美说那天孩子一直在哭泣，她收到小黑的短信，说他很快就回来。小黑每次看到孩子哭都会生气，所以大美想尽快安抚孩子。她想到孩子洗澡时总是很开心，于是她开始给孩子准备洗澡水。之后的事情她就记不清了，直到听到小黑的吼叫声，她才恍然大悟。她发现自己不小心让孩子掉进浴缸里了，救护车来了，但小黑不让她接近孩子，她也没跟着上救护车。直到医院晚上打电话告诉她孩子已经去世，她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吐了。陪审团的成员在休息室里开始讨论，有人说大美的冷漠让人感到害怕。一位年长的女士说，大美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，抱怨保健师态度傲慢，婆婆强迫她哺乳，她甚至怀疑是她丈夫打了孩子。小仙说，可小黑说，一个连自己妈都处不好的人怎么能照顾好孩子？这种话也太伤人了。小兰说，但大美不也认为小黑说的对吗？那位阿姨继续说，大美那么冷淡，她说自己完全不会同情大美。中分哥这时候提出，是否可能大美对丈夫有所怨恨，所以她是为了报复她丈夫吗？小美情绪激动地反驳，没有哪个母亲会因为报复丈夫就害死自己的孩子。小兰接着说，正常的母亲当然不会这么做。大伙儿也说，我们讨论的是被告，不是在说你。有人开玩笑说，你的丈夫不会也是像小黑那样的人吧？小美急忙道歉，她承认自己反应过激了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无罪推定原则已经不被采纳了。大家都不会认为小黑会做出不应该做的事，但他们却相信大美可能做出母亲不该做的事情。他们先将大美视为罪犯，然后才开始审理。小兰坚持认为是被告的自私导致了这场悲剧。此时，男女法官一起询问小美是否还有什么要说的。小美看起来有些疲惫，她说自己没有其他意见。审判继续，控方提出了大美博客的内容作为证据。控方指出，大美自孩子出生后就开始写关于孩子成长的博客，但博客里的很多内容与事实不一致。大美解释，她写博客是为了消解心中的苦闷。她否认了控方认为她出于虚荣的看法。审判结束后，女法官觉得小美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他们想要找辩护律师谈谈，希望大美能更积极地为自己辩护，但大法官觉得这样做没有必要。小美和小文一起乘地铁回家，在地铁上，小美回想起了庭审的过程，意识开始变得不清晰。突然传来了到站的通知声，小美急忙冲出地铁。这时她突然意识到小文还留在了车厢里，小美想回去接小文，但是已经追不上了。工作人员阻止了小美，告诉她太危险了。小美几乎要崩溃了，说她的孩子只有3岁还在车上。工作人员赶紧安慰她，说会立刻处理，幸亏没出事。工作人员帮助下，小美在下一站成功接回了小文。小文告诉她自己很害怕，小美紧紧抱着小文，不停地说对不起。另一边，小新正在查看小美的信息，同事询问她还关注哪位母亲。他们之前说过小美不像会虐待孩子的妈妈。小新表示，虽然大家都这么说，他还是想继续调查。回家后，小美劝小文不要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爸爸和奶奶，但不论小美怎么说，小文都没有同意，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。小美开始慌张，抓住了小文的肩膀，这个动作吓到了小文，他立刻跑向屋里。这时候小白正在和池上通电话，池上告诉小白，小新在调查小美。他说小新询问了很多邻居，甚至是自己。小白觉得小美可能只是精神有些恍惚，难道真的有必要这样吗？池上不懂为什么小白当初选了像小美这样的女生。他说小美现在肯定出了问题，可能都忘了怎么当个好妈妈。小美看着哭泣的小文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想起了小文还只有几个月大的那段时光，那时候她也经历了很多困难，孩子晚上总是哭闹，成长的也慢。婆婆建议多给母乳，但她的母乳不够，婆婆压力山大，还给了她一些中药。那时的小美和现在的大美一样，尽全力照顾孩子，却得不到认可，没有人能提供实际的帮助，倒是责备和指责接踵而至。她也是一脸无力地抱着孩子，疲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小新问小美出了什么事，小美心不在焉地回答，她终于想起来了，她怎么可能忘记，那个女孩就是她自己。第11天的庭审开始了，法官宣布请控方检察官进行结案陈述，并提出量刑建议。检察官认为，尽管被告可能因为精神压力崩溃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判断和行为，不管是不是冲动，他明显有杀人的意图。对于这种残忍行为，检察官建议不应减轻其刑责。小美想起昨晚她告诉小白自己想搬出去住，小白回答说那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是建议她去看医生。小美说这已不是头一遭了，小文还很小时，她不小心把小文摔到了地上，后来她决定放弃母乳，改用奶粉喂养，自己才逐渐从那种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。慢慢的，她选择性忘记了自己曾犯的错，但担任陪审员的这些日子，那些记忆又被唤醒。小美承认小白说的对，她不是个合格的母亲，但她不理解为何心爱的小白也一直在伤害她。小白问，你是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吗？小美回答说，错是自己的，但和你在一起只会让她变成更差的母亲。说完，小美拿起行李离开了。
并请小白好好照顾小文。小白就那么愣愣地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场景切回法庭，检察官仍在陈述大白的罪行。听到这里，小兰的思绪不禁飘到了法庭外。原来那个小女孩的妈妈在公园发现了小兰，她上前责备小兰，并带走了女儿。这时小辉也跑了过来。小兰愤怒地说，她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但是怎能让7岁的孩子独自在外玩到饿肚子。她警告说，这样下去她会去儿童保护协会举报。这时小女孩突然推搡小兰，边说，我妈妈不是坏人，我妈妈不是坏人。小兰有些感动。女孩的妈妈趁机说，你没有孩子对吧？我就知道，没有孩子的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评头论足。我告诉你，以后别靠近我的孩子。带着女儿就走了。他们离开后，小兰还在那里不停地抱怨。小辉制止她说，你知道你这样做是违法的吗？我问你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难道不够好吗？没有孩子，我们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吗？检察官继续指控大美爱慕虚荣，逼自己的丈夫换工作，还想搬到更好的房子里去。听到这些，法庭里的中分哥也想到了自己家里的情况。他从抽屉里翻找出了一堆借款单据，发现妻子最近买的东西都是用高利贷借的钱。中分哥质问妻子为何这样做，妻子淡淡回答，他不想让孩子过得窘迫，因为自己从小生活优渥，所以希望女儿也能如此。检察官继续陈述，被告没有意识到育儿的责任，认为不能总是按自己的喜好来养孩子，育儿应承担起责任，而他似乎完全没有这个意识，可以说他显然没准备好成为母亲。这时女法官的思绪也回到了自己家中的情景，她昨晚慌忙跑到医院，小贺告诉她孩子感冒了，医生说孩子可能一早就已经有症状了。小贺说自己实在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育儿。检察官最后陈述，请求法院判被告12年有期徒刑。接下来轮到辩护律师发表结案陈词。辩护律师坦诚，大美的行为确实恶劣，但明确的是，她并无直接的杀意，是被丈夫和婆婆一系列行为逼得无路可走。即便是她的亲妈也不站在她这边。这话让小美想起了昨晚离家出走与小新的对话。那一年，小美被东京一所大学录取，她妈妈并没有因为她考上好大学而高兴，反而讥讽她，一个连家务都不会的人也敢去东京读书。她妈妈总是批评小美做什么都不行，这让小美无论做什么都缺乏自信。小新建议她跟母亲好好谈谈，小美却认为她母亲是不会改变的。法庭上，大美被要求做最后的陈述。休息时间，陪审团开始了评议。法官让大家讨论大美是否真有杀人的意图，以及她当时是否具备行为能力。大家还是觉得大美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。对于她精神压力过大的辩解，众人认为有些夸大其词。小新在咖啡厅和朋友谈论着此事。小白说，小美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是选择去参加审判。小新认为他可能是想要接受审判。接受审判，小白感到困惑。小新解释说，妻子曾说过，被告其实代表的是他自己。听完这些，小白感到心情矛盾。陪审团那边，大法官再次询问大家对是否有杀意的看法。这时候中分哥提出，根据他的博客内容可以发现，他的理想生活与现实有差距，是这种差距催生了他的杀人动机。然而旁边的男陪审员觉得动机并不明显，他可能只是想让孩子停止哭泣。小兰马上反驳，即使如此，这也算间接故意。无论如何，作为母亲，怀有不想照顾孩子的念头都是不应该的。这时大法官提醒小美，替补陪审员也可以表达意见。一直沉默的小美表示，她同意大家的看法。午休时，小美告诉女法官她感到身体不适，她请求提前离开。女法官同意了。小美带着几分疲惫走出法院，坐在门外的长椅上。女法官跟了出来，对小美说，年轻妈妈和新生儿是世界上最困难的组合，这是她在一本书上读到的，像是一个弱女子要独自抚养一头野兽。过去大部分家庭都是老人带孩子，但现在家庭更独立了，所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全职妈妈。小美问女法官，她是否也有孩子？女法官笑着回答，对，孩子刚满1岁。小美惊讶地说，真了不起，能够同时处理带孩子和繁忙的工作，但不管外面工作多努力，如果不称职做母亲，那可能就是不适合当人了。两人此刻无言。女法官起身离开，叮嘱小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男法官在办公室对女法官说，他如果决定的话，可能会判8年，但终究是大法官的决定，减刑可能性不大。小白一个人坐在咖啡厅里，回忆着和小新的对话。小白觉得不应该让小美出庭，但小新看法不同，他认为庭审不是小美崩溃的唯一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小白一直对小美的冷漠。小白问小新，小美是否对他说了什么？小新说，小美只是提到他希望能和你有个幸福的家，仅此而已。小白独自反思，思考着小新最后的话，他担心你的妻子可能会失去继续生活的勇气。小美回到酒店，已经写好离婚申请。门铃响起，小美开门看见了她妈妈。小美问她妈妈怎么知道她在这，梅姨说是小白妈妈打电话告诉她，小美精神崩溃后离家了。梅姨看到桌上的离婚申请书，梅姨拿走申请书，坚持要先谈好赔偿再离婚。小美认为是自己不好，问为什么要赔偿。梅姨提出至少得要孩子的抚养费。小美表示她无法再照顾小文，差点2次做出不可挽回的事，她觉得自己真的不适合当一个好妈妈。梅姨离开后，
小美捡起地上的离婚申请书，记录里详细的记着小美怀孕到小文降生的每一个细节。看着相册中的照片，小美回想起过去的幸福时光，可是她不知道如何维护这份幸福，信心已经丧失。小美合上了相册，这时候电话突然响了，是婆婆打来的。她说小文在家里哭闹不止，她束手无策。小美让婆婆把电话递给小文，小美决定要在法庭上坦白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她不确定这是否能帮助大美，但她认为必须这么做。说完，她急匆匆地跑出了家门。小美赶到法庭，大法官正在征求量刑意见。小美请求在确定刑罚前让她说几句话。大法官示意她坐下，慢慢说。虽然小美只是替补陪审员，但在场的所有人中，她的话语权最重。她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美陈述了全部感受。小美的真挚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庭审结束后，小美去了婆婆家，小文早就迎接在外。小美抱起小文，轻声说：“妈妈回来了。”中分哥找到小山，告诉他以后不会再偷偷见面，并道了歉。小山生气地站起来，斥责他是个渣男。他说：“出轨的男人没有资格向任何人道歉，小三有资格接受道歉吗？”小山说完这些，转身就走，留下尴尬的中分哥。中分哥拿起电话，给家里打了电话。他告诉妻子，虽然自己确实没钱，不能提供物质上的富足生活，但是生活难道仅仅是金钱和物质吗？只要他们共同努力，尤真也能幸福成长。妻子默然无语，只是泪水不停地流淌。在宣判的前一天，小兰在走廊偶遇小美。小兰告诉小美，她真的无法理解做母亲的艰辛，但小美昨天的话让她感到自惭形秽，因为无论生活中是否有孩子，都能活得精彩。最终的判决结果宣布了，判决中包括了之前的200天预先羁押。大法官继续说明判决的依据，大美还是接受了重刑。但大法官的最后陈词也提醒在场的人，包括大美的母亲、婆婆和小黑，他们也应分担大美的罪责。虽然法律无法如此执行，但他们的良知将永远不得安宁。大美是在为所有人服刑。此刻大美的泪水中没有怨言，没有失望，只有长久压抑后的释然。她愿意承担所有惩罚，她只希望听到有人说，错不全是她一个人的。所有庭审结束后，小美走出了法庭，小白带着小文也来到法院等待妈妈。法庭的判决不只是对大美的裁决，也让小美获得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。庭审中，小美的泪水流露了她内心的释然，她决心重拾家庭，成为一个自信而坚强的母亲。